大家好，今天是1月2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短线风险出现逃顶信号，千万要小心。特斯拉连续试阴调整，距离买入只差一根阳线。科技股迎来财报周，市场再次面临挑战。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今天是我们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34期。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的视频内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市场环境。第一，会看一下趋势和 K 线分析；第二，会看一下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的解析，主要以特斯拉和英伟达的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去进行详细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分析。第三部分，我们会讲一下技术面的快报，分别是以下个股：台积电、苹果、MSTR、PLTR、Meta、谷歌、亚马逊以及高通等几只个股的行情快报。那么内容依旧会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收听。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那么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一个按钮，在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你会进入到本期视频的时间轴上。阿哲为新同学准备了详细的本期视频的一个时间列表，那你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个时间观看到你最想得知的内容。那么希望对于新同学能够起到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您是老同学，已经习惯观看阿哲的视频，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全部进行收听。本期视频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内容，叫做负阴线，是覆盖阳线的一根阴线。这个信号是一种风险信号，在最近市场当中出现，很多时候后续表现是砸盘后的一个上涨行情。那么本次的负阴线之后，市场依旧为砸盘，还是会持续上涨，还是说它这一次真的表现为风险？那么在今天，阿哲会带着老同学重新复习一下负阴线的知识点。那么如果您是新同学，也千万要记住，把负阴线的知识点进行一个学习和掌握，在之后的几天市场当中，你会用到这个知识点。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纳斯达克指数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看到上期视频的某些观点，上期视频阿直就提醒了，当前是具有风险的，而这一个技巧是怎么去发现的，或者说目前的风险是怎么提前在上涨当中去预知的。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是纳斯达克指数图，下方是标普指数，而两指数最近的走势，它是有一种分化和背离。下方的纳斯达克指数在上期视频当中就已经创了新高，最近是连续的上涨，连续的新高，而纳指呢？虽然最近也有所上涨冲高，但是对于前期这一个12月16号的高点，目前依旧没有突破。所以在纳指未新高而标普持续新高下，美股市场是分化的。那么有一部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是徘徊、迟疑，甚至呢是提前去卖出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阿哲认为在12月16号纳指创出这个高点之前，这个区间内的所有上涨都是要小心风险。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一个区间内去在盲目的追高以及短线加仓，这是一个短线上要特别小心的区间。曾经通过这个技巧，我们在1个月前逃过了12月16号纳指的高点以及这个暴跌。那么希望在本次的这个背离当中，我们依旧通过这个技巧能够逃过某些风险、某些下跌，以及把握到后续的机会。我们稍微回顾了上期视频对于美股市场风险的提醒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市场当中当前的行情走势。最近呢，纳斯达克指数依旧走出了2根往上创新高的 K 线，但是这个新高没有刷新左侧12月16号这个高点，所以目前依旧在一个风险的上移区间堆积之内。阿哲呢，依旧把自己的观点先提前表明，目前对于美股市场的观点是负阴线后会回踩楔形上轨。我们看到，在特朗普的就职演讲之后，市场出现了连续的一个上涨，出现跳空并且突破前方这个楔形的上轨的压力。而价格走势在突破之后，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怎么去确认突破的有效性，其实就是2个方面，要么呢把背离修复去突破左侧的高点，那么就达成了多方的一致性。那么标普、纳指同步创新高，市场后续依旧保持看涨。另外一点就是对于这个楔形突破之后，以回踩出现支撑去止跌，再次启动来做一个表现，让我们去知道这个楔形突破有效，趋势反转。
而目前没有创新高，那么当下出现滞涨的 K 线，那么阿哲认为这里出现一个回调去测试支撑的概率是蛮大的。所以目前我们的观点就是负阴线之后将容易产生回踩楔形上轨，去寻找支撑的一个动作。而在下跌途中，我们要关注一个时间，就是下周的周三附近，因为下周基本也是大科技的财报周，有很多重要的个股进行一个财报的发布。而其中阿哲比较关注的应该是周三和周四，因为周三有微软、Meta、特斯拉等个股的财报发布，而在周四呢有苹果个股的财报发布。所以如果股价真的出现了下落，出现了回落，那么周三、周四可以作为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这里相对也要去提醒一下，在下周周三、周四时呢，它也是市场当中的时间变盘点。这个时间变盘是新月的变盘，这也是要关注的。我们说新月一般是吉象，一般预示市场当中有好事发生。虽然不是百分，但是呢，每次面临到新月时，市场发生好事的一个情况是大幅增加的。所以新业产生而后叠加财报发布，阿哲对于本次的财报应该还算是比较看好的。这是在技术面，以及呢，阿哲认为这些个股应该不会太差。所以如果真的出现短线回调，那么周三、周四应该要有所关注，有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下周的时间变盘窗口。我们当下的一个操作策略是等待 SK 线的高点的突破。那么何谓 SK 线？这里我们就需要看到市场当中负阴线的支持点了。负阴线是9天战法当中的一种 K 线组合，就是2根 K 线，它的表现在传统的战法当中也被称为乌云盖顶，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它呢需要有2根 K 线构成。第一，它需要一根的阳线，它的第一天是一根阳线，然后第2天是一根阴线。阴线对于阳线的实体出现了一个覆盖，叫做负线。而这种形态表现多方攻击受阻，而短期呢有反转的可能。在上涨当中出现，要小心短线出现高点以及短线获利了结的提醒。一般阳线的实体被阴线覆盖的越多，表现反转的可能越大，买气越弱，空方转折力度将会越强。一般负阴线的最低条件是阴线的实体要覆盖阳线的1半以上，如果覆盖所有，那么效果最佳。我们在实际的案例当中可以看一下负阴线的表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阿哲标记了一个信号，叫做负线。这个负线呢，就是当有一根阴线产生，把昨天上涨阳线覆盖了1半以上时，它就会产生这个信号，叫负线。那你会发现在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上，负线的产生不是意外，或者说它的产生其实还是有蛮多次的。那么每次产生它的一个情况有所不同，像这一个负线产生之后，市场确实是空方反转，有压力，有空头表现强势的反转。而像这个负线后，价格也是顺势下跌。所以在这一波调整当中，2次负线都是表示下跌，空方的转折力度，而多头是被打压的。但你会发现在这一波上涨当中出现了负线，这一次负线和这一次负线。这2次负线的产生，后续股价是上涨，而且是短线飙升。所以负线不一定就是完全的空头信号，它有时候也表现为市场对于多头的一种砸盘，也表现为一种市场当中对于市场的一个洗盘。所以很多散户看到负线，认为是乌云盖顶，会去卖出股票。但是第1次卖出发现股价不跌，第2次卖出发现股价上涨，第3次卖出发现股价才下跌。而第3次可能你就不卖了。所以负阴线产生是一种表面上的空头信号，它有时候真，有时候假。所以对于负阴线的产生，究竟是看多还是看空，我们需要有一种辩证的思路。像低位的负阴线和高位的负阴线，以及短线上涨后的负阴线和短线下跌后的负阴线是完全不一样的。负阴线有时候会见低点，有时候它也会见高点。那么怎么去处理这种负阴线？我们看到负阴线的一个图谱当中，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负阴线当中的 SK 线。在负阴线之后，我们怎么去分辨多头和空头究竟谁强谁弱？ SK 线将是一个关键的价位。它的最高价格，我们认为如果多头强势，昨天为砸盘，负阴线它是砸盘，它想要把散户洗出盘中，那么它往往后续短期会快速的多头重新回归，表现则是一根阳线把 SK 线的高点进行突破。而假设 HK 线的高点没有被突破，反而是压力，反而会有阻力，那么则说明昨天的负阴线
可能不是砸盘，而是真的高点出现，就要特别小心。一般遇到负阴线，短线先获利了结，而后去观察 SK 线后是否为突破，还是受压回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SK 线之后，我们回到图表当中去看到最近的这些走势。像图表当中，为什么这一个负阴线产生之后价格是上涨的？因为负阴线我们上涨短期盈利去进行获利了结，而后 XK 线在负阴线后一天，这一天的高点是压力还是突破？很明显是快速的被突破，说明昨天的负阴线它为砸盘为洗盘，后续我们要积极的再次把之前短线获利了结的筹码再次买进，再一次的去盈利去获利。我们再看到这一个负阴线，为什么这一个负阴线后续股价没有产生上涨，而是真的见高点？因为这个负阴线的 SK 线高点没能被突破，它是一个压力的表现，说明多头确实走弱。那么这里高点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特别是短线加速之后的负阴线，后续市场出现了下跌。那么像这个低位的负阴线呢，我们看到首先它是低位的负阴线，然后第二天的 XK 线高点是被突破的，所以价格后续上涨则不是意外。像这一个负阴线后，价格的 XK 线高点是不是不能突破？所以它是压力，股价则如期见到高点。这是负阴线图谱的使用和辩证的思考。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负阴线走势，每一次负阴线我们都可以看一下，这里也是负阴线吧？我们负阴线的条件，这里再次给大家去捋一捋，去强调一下。刚才我们说需要有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这是基础条件。而后阴线实体要覆盖阳线实体一半以上，这是第二个条件。那么其中呢有一个价格，我们还需要去明确一下，就是阴线的高点在当天要比昨天它阳线的高点是创新高的，体现的是昨天上涨，而今天再创新高，但是盘中创新高后却立马的回落，导致出现冲高回落，这是一种杀伤性，表面上看更强势的一种走势。所以阿哲的负阴线图谱一般有这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要是一根阳线和阴线；第二，它的阴线高点要创阳线高点新高；第三，阴线的实体要覆盖阳线实体一半，这才是阿哲的负阴线图谱。那么负阴线之后，这一天为 XK 线，XK 线的高点是否被突破？第二天立马突破，所以你会知道在这里还能够有上涨。那这一天又是负阴线吧？负阴线后，这里是 XK 线，遇到负阴线，首先短线获利了结，而后看到 XK 线，XK 线的高点是否被突破？被突破，说明短线还能够有上涨。这个地方又是负阴线，而它出现之后，我们说 XK 线是这一天，这一天的高点是不是被突破？突破之后意味着还能够有上涨，所以这一天是短线再次入场点，股价出现上涨。而目前你会看到这个位置是最新的 K 线，它也是一根负阴线，是不是高点创新高了？实体比昨天的阳线实体覆盖超过一半吧？那么一阳一阴，它就是负阴线。那么我们下周一就是 XK 线，那 XK 线能否被高点突破？那么则证明这里是砸盘还是出货的一个关键考量。目前短线上遇到负阴线，则立马我们先要先逃为好。负阴线则是一波短线上涨之后关键的离场信号，短线买进，而后遇到负阴线之后去卖出，再次出现买点，短线再次进场，而后遇到负阴线之后再次获利了结。下一次 XK 线的高点突破，再次作为负阴线后短线买进，这就是一个短线的风险信号和短线的机会买入信号。听到这里，如果你对于负阴线已经有所了解，那么对于目前的美股市场、纳斯达克指数后续的走势，甚至是某些个股，你应该都清楚。当前应该短线获利了结，而后等待 XK 线的短线买点确认，一旦确认，继续短线买进。以上就是阿哲的第一部分内容，关于趋势结构和 K 线的分析。希望这部分内容对你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忘记日常的为阿哲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支持阿哲的视频创作。那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也可以留下您的一句宝贵的评论，那么鼓励阿哲更好的去创作，也可以提供您的宝贵的建议。
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那假如今天的视频内容对您是有所帮助的，在学习有收获的情况下，也可以点击订阅，点击所有铃铛，未来阿哲每期视频、每次的直播都会及时的通知到你。也希望未来您在阿哲讲技术频道能够学到更多的技术分析干货和知识。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关于趋势与 K 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所谓空间技术点位分析，是阿哲每期美股盘前都会去发布的一条 Telegram 消息提醒。像目前你所看到的左侧的这张截图，是阿哲在 Telegram 当中1月24号香港时间下午4点半时所发布的盘前解析。因为阿哲不是每天都更新视频，有时候呢一周可能2期或3期，不一定对您来说是一个及时的提醒。所以阿哲呢有一个专属于订阅观众的限时福利学习小组。那只要您是阿哲的频道订阅观众，那至少你会有半个月的时间去体验、去学习，也是阿哲对于第一次见面而后就订阅阿哲的同学一个限时的福利。也希望这半个月时间内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和一些思考。我们先看到昨天的一些消息的提醒，在昨天的信息当中，阿哲一般第一部分会讲解一下目前的观点。阿哲认为，虽然说右侧的情绪目前还是高涨，大家还维持看涨，但是两市的背离还未修复，所以这个区域不要去追买。而昨天出现了空高回落、负阴线，这是一个风险信号。而后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空间的点位测算了。这一个信息是美股盘前我们都会去发布的。阿哲目前已经坚持发布了至少3-4个月的时间。阿哲记得第一次发布是在2024年10月初的时候，而直到目前，阿哲也坚持在盘前去发布这个点位测算。一般呢会有2个部分，第一是纳指，第二是特斯拉。这个点位测算是日内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不是说它一定会在这个高点和低点去进行触及。而是阿哲认为，如果当天多空双方是正常的波动，没有异常的话，它的高低点、它的收盘价格应该在这个区间内产生。而如果当天多头异常强势，那么它的收盘价应该会突破高点的压力。而反之，如果空头力量强势，那么当天它的收盘价一般会跌破它的低点支撑。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让我们去观察到市场多空当天的动能是强还是弱，多方强还是空方强。现在你会看到右侧的图表当中是纳指的日线图表，是最近的行情。在每根 K 线下，有时会出现绿灯，有时会出现红灯。绿灯代表当天收盘突破阿哲所预测的日内高点压力，说明多方极强；红灯则反之，说明空方很强，跌破了阿哲预测的日内低点支撑。在最近的股市下跌当中，出现了绿灯后一路上涨，中间出现了红灯和绿灯的渐变。一般绿灯后立马出现红灯，说明昨天的绿灯为一个诱多的信号，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诱多。而当红灯后立马出现绿灯，则说明昨天的下跌为砸盘的可能性更大。后续也验证了这一天的红灯，这一天的负线为砸盘，应该去继续的买进，继续看涨。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天绿灯后，价格连续3天绿灯，而这一天没有绿灯，没有红灯，说明是顺势上涨，依旧是多头看涨。所以昨天阿哲的一个盘前解析提醒的是维持看涨，不管是特斯拉还是纳指，因为都收盘在正常区间内，所以维持看涨。而现在呢，观点则有所改变，因为昨天这一根负阴线的下跌，它除了是负阴线之外，同时收盘价也跌破了日内预测的低点支撑，所以出现了一个红灯。而红灯产生，特别是在短线连续上涨当中产生，我们要小心风险。像之前这里红灯产生，市场出现调整；红灯产生，高点出现；红灯产生，高点出现。所以目前我们判断一下，这一个红灯是砸盘呢，还是真正的出货呢？它会否和之前这一根红灯一样，是一个砸盘现象？这里就要关注一下，在红灯之后会不会短线快速的再出现一个绿灯 K 线了。那假如您是阿哲的订阅观众，你就需要关注一下阿哲每天盘前在下周开始所发布的每一个高点压力。只要有一天再次出现收盘突破高点压力，则说明这一个红灯有可能是一个砸盘，越快出现越好。如果立马红灯之后隔天下周一就出现绿灯 K 线，则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表现，证明这一天确实为砸盘。
那么这就是关于红绿灯的一个简单使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就是空方占优，要小心短线的风险。那么这里阿哲提醒一下，如果您是新订阅阿哲的观众，那你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去领取到每天盘前的这一条 Telegram 的消息。这里阿哲简单的提示一下：第一，你必须得要是阿哲订阅观众，如果不是订阅观众，那么这一条消息服务您是收不到的。第二，您如果订阅了阿哲，那你可以看一下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阿哲有一条置顶的评论，置顶评论当中有放进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的链接，点击 Telegram 链接，你就可以找到助教。那么接下来你给助教发送2个文字，叫做盘前信息的盘前，它可以算是一个领取的口令吧。因为每天助教老师所面临的同学的咨询会比较多，他也不知道哪位同学可能是希望收到盘前解析的。那么你在订阅阿哲后，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而后找到助教，记得发送盘前2个字给他。只有这样子，助教老师才会知道您想要的是什么，而后帮你去统计名额，后续在阿哲盘前发布这一个盘前信息时，才会通知到你。只要您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就可以按照这一个路径、这个方式去找到助教，领取每次美股盘前的盘前信息了。这里还要提醒一句，对于粉丝观众，阿哲的福利远不于如此。除了我们的限时福利、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之外，我们还有另外2份福利。第一个是粉丝学习小组，您只要是热爱技术分析、热爱学习的同学，阿哲都会邀请你加入粉丝学习小组。在这个小组之内，我们不做其他的，只是做知识答疑和进阶知识的学习。第3个福利就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它呢和第1个福利有所相关。阿哲说了，这个群组只提供给爱学习、认真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那么阿哲怎么知道您是真正的阿哲想要寻找的学员呢？比如说，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学员，您可以跟助教老师领取一下本周抄底专家我们内部系列课程的回放。目前1月20号到1月23号这4节课程已经结束，而其中的知识点是还能够去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在1月20号的时候，阿哲就特别的去讲到了复阴线的图谱。关于复阴线图谱，如果您是早早的就订阅阿哲，那么你在之前就已经能够学到，并且在昨天盘中出现复阴线时，你就可以直接去做短线获利了结，而没有必要听阿哲的视频，今天去讲到这个知识点。那么有关于内部课程的这些抄底方案、抄底模型，当下哪怕你错过了，但是你去听回放，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收获。我们每一节课程，你今天订阅阿哲都可以去领取这一个回放课程，跟助教领取即可。领取之后，每一节课程你认真去听，而每一节课程在课程之中都会有老师安排课程的课堂作业。只要你完成1次课堂作业，收听了1次课程，完成1次作业，那么就可以提交给助教老师。助教老师审核批改完作业之后，只要满足要求，就会邀请您进入学习小组，你就可以在粉丝群组之内，我们一起认真的学习技术分析的知识了。希望以上3份订阅福利能够为您在技术分析的学习上能够提供一些助力。以上就是关于第1部分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听完这一部分，希望您对于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短线上有一定的参考和操作上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和第3部分关于个股的一个讲解。第一，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方面的解析。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特斯拉的走势，最近阿哲一直讲到一个支撑点位，在空间上要关注406.71，而昨天特斯拉的收盘价是略微跌破了406.71，到了406.58左右。所以目前的跌破是否是有效跌破？阿哲认为并不是有效跌破，因为它只是一个小数点后的破位，它不是一个有效的完全的一个破位。而在前期的高点变盘之后，市场出现了连续的4根阴线的下跌调整。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你对于特斯拉是什么看法？你对于特斯拉当前还中长期看好吗？之前特斯拉如此去上涨时，请问有人敢去看空特斯拉，以及认为特斯拉不行了吗？是不是没有？而特斯拉最近的调整走到这里，你是否还抱有中长期看好特斯拉的一个准备？假如您目前还坚持看好特斯拉，并且中长期看好特斯拉，那么你要注意了，目前的特斯拉来到了一个关键的窗口，就是价格上连续次阴调整，而后股价来到
重要的支撑区间。连续4天阴线调整，看一下之前的表现。像之前调整，这里是3根阴线，而这里是连续3根阴线，这里是连续4根阴线，这里是连续的5根阴线，而后这里是连续4根阴线。所以你会发现4根阴线的调整是特斯拉回调当中的一个临界点。它如果是强势回调，一般3根阴线就结束了，甚至有时候是2根阴线。而能够达到4根阴线、5根阴线是极少的存在，所以从目前的价格走势上，已经连续调整4天。如果这里真的是调整，应该再晚，在2天之内会见到一根阳线。而这根阳线如果能够在406.71之上出现，收复406.71，那么它可以作为本次的止跌买点。这是在空间上给到我们的提醒。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目前你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红绿灯 K 线，也是多空动能的表现，下方是 BBD 短线资金指标。这里呢，我们先讲一下短线的资金，下方的 BBD。在之前我们说过，它的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关注一下每次市场转绿时为资金流进，而资金流进它的一个关键变盘点，则是市场出现上穿这个强弱轴黄色线的时候，一旦上穿，当天就是一个变盘 K 线，而股价下跌时，资金的变盘将会在这一天下穿时产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比如说前期这一天，为什么阿哲认为它是一个变盘点？更甚至呢，阿哲当时讲的是高点变盘，因为股价如果在下跌反弹时，怎么去确认它的反弹力度以及它会否走为反转？关键就在于资金在下穿之后的这一次上穿，特别是首次上穿。上穿的这一天为关键变盘资金 K 线，它的高点如果能够被快速突破，说明本次下跌反弹力度强劲，甚至呢能够再次的去走向前高。而你会发现第2天没有突破，而后第3天出现跌破，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高点变盘，特斯拉延续调整资金。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前期这一天的上涨回调下穿，正常来讲，上涨回调它如果是低点变盘，它如果真的是回调，那么它的强势回调点会在股价资金下穿的这一天。那你会发现下穿之后，这一天的低点和高点将是重要的 K 线区间。如果是回调，那么它应该会很快的突破，并且出现上涨创新高。而最后你会发现，虽然说这一天突破了，但第2天立马走弱，第3天重新跌回，然后第4天、第5天把它跌落。所以市场在特斯拉这一个变盘点后选择了走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势调整。再看到前期这里，价格这一天是股价下跌反弹，重新上穿。那么如果这一天它的反弹力度是不强的，高点应该难以突破。但你会发现的是，第2天有压力，第3天突破，第4天依旧站上突破，然后股价证明这里还能够持续上涨，而不是反弹高点。那阿哲为什么重新去提到这个变盘点呢？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走势，股价由上往下穿，一般就是 BBD 由正转负。我们看到1月23号这一天，它的 BBD 资金还是 1.953，也就是说它还是一个什么数值？它是一个正数，它还在这个强弱轴之上，它在水上。而这一天1月24号 BBD 资金显示为负的 72.609，说明目前昨天它就是一天下穿 K 线。那价格股价如果是上涨回调，到了这一天，我们认为从资金角度，它是一个变盘 K 线。如果真的是回调，它这一天就应该是一个低点，它不会被有效跌破，而它的高点应该会被有效的突破，并且在站上之后，它会快速的去往上突破左侧的高点变盘，这是一个有效的回调低点变盘。而假如在这个低点变盘之后，股价还是往下跌呢？那么则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回调，它确实是一个下跌的开始，要小心前方中期低点将可能会被跌破。所以目前从空间上406以及从资金上406都是一个关键的支撑价格，它是一个变盘资金空间的共振。所以目前这里特斯拉如果真是回调，它已经有出现了技术面将要止跌的现象，所以这里只差一根阳线确认作为买进的技术面信号。我们再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市场呢虽然在本次上涨当中出现了一根阳线长上影线高点变盘，而后回落，但是最后一根 K 线是一个绿灯，绿灯说明多头强势。绿灯之后如何转为空头呢？我们认为应该走为红灯，是吧？
但你会发现，后续4天的下跌，没有一天有红灯，也没有绿灯，说明这几天的下跌在力度上，你感觉好像跌得挺狠的，但其实在多空动能上，它都没有构成红灯的下跌 K 线。所以这几天只能算是一个回调，还算不上短线的由多转空，由绿灯转红灯。所以目前的调整其实整体还算是比较温和的。这里阿哲呢给大家去讲一下特斯拉如何出现一根绿灯 K 线，我们关注一个价格，股价在下一个交易日如果收盘突破412.73，那么关于这个价位，阿哲在下一次的盘前解析当中也会去发布，因为每天特斯拉也是阿哲关注的一个点位。412.73，如果下一个交易日下一根 K 线收盘突破，则意味着会再次出现绿灯，则意味着本次的调整结束。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在特斯拉的一个财报发布前，会不会出现绿灯的买点呢？如果出现，可以作为财报的一个伏击点位。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目前来到了关键的空间和资金的变盘窗口。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走势。英伟达在短期上，我们是不是认为本次的反弹已经来到了关键的窗口？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给到了一个价位是145.585，它是前方大阴线实体的腰线、实体的中轴，而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位。股价目前反弹强势上涨，到了这里，你要看一下它的选择，这是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重要的压力窗口。而在这个压力窗口附近，英伟达的表现是什么？这一天收盘突破，但是呢，只是略微突破。而这一天它也是收盘突破了，但还是仅仅是略微突破，实体还未过半。那看一下时间上会不会构成3天突破呢？那你会发现第3天收盘价就跌回来了。所以对于这个压力，阿哲认为当前是有效的，而且反应还是蛮大的，它不太容易去收盘突破，而出现下跌时又很快的下跌跌破。这一天还要关注一下，它是一个负线。高点创了昨天阳线高点，实体阴线把昨天最低价都吃掉了，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负阴线走势。而负阴线后的 XK 线，你要关注一下会不会止跌，如果有止跌，你要去进行再一次的买点确认。但至少呢，从这个低点后上涨涨到这里，如果你是有所获利，或者说你用这个运线去突破买进，那么到这里这几天的利润，你应该在此处去获利了结了。等待下一次短线 XK 线的高点突破，才去再次的买进。而目前英伟达的短线应该获利兑现，应该短线离场了。这是从空间以及 K 线上的角度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和动能上的表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上方也是动能，下方依旧呢是资金。我们先看一下资金变盘的提醒。前期的英伟达下跌时是哪一天出现了下穿呢？阿哲看一下数值，这一天是负的，所以这一天呢是下穿的 K 线。如果股价是上涨回调，跌到这里，它应该见到低点变盘了。我们后续会发现低点在它后一天，也就是说这个低点变盘呢延后了一天。那它的低点是不是被跌破？但其实也不是很有效。那你会发现这一天跌破是低开高走的一个阳线，所以不是有效跌破。这一天跌破好像有点有效了，但有一定的下影线。第二天直接收回。而后出现了短线的上涨，所以这个低点呢，并不是一个有效跌破，它其实也还算是一个有效的资金低点变盘。而目前的股价走势涨到当前关键的变盘 K 线，是不是有一天上穿？这一天是上穿。假如这一天的高点就遇到了压力，那么说明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反弹。但你会发现，这个高点之后是突破的，而且目前连续3天突破了。阿哲认为这个区间的变盘高点已经是被有效突破，说明下跌走势走到这里，它不是简单的反弹，它的力度还是 OK 的。所以股价后续英伟达的调整，阿哲更多的是以机会来去观察。负阴线之后的 XK 线大概率的会在关键变盘资金 K 线的区间之内，而大概率阿哲认为后续会产生一个多头买点，所以英伟达依旧可以关注。只是短线上呢，目前先规避一下调整的风险。而看到底下的资金层面，它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连续资金流进之后的流出。这种连续资金流进之后的首根流出 K 线，也可以作为关注的对象。比如说像这里上涨这一天上穿是变盘高点，因为跌破了。
跌破之后又是流出 K 线，流出 K 线也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支撑，也被跌破，所以这里是一个很明确的高点信号。而像这个位置，它是不是也是上穿，也有低点支撑，高点也有压力，震荡一会之后才出现突破，才再次上涨。而它这一天的低点是不是在这一天出现的？它是一个流出资金，所以低点呢也是支撑，是不是也没有有效跌破，高点突破？这一天出现了短线的启动加速。那目前我们看一下，这也是连续的流进吧，连续流进之后，这一天也是流出吧。如果市场表现强势，那甚至呢负阴线的低点都不会被跌破。如果股价在负阴线低点附近，就直接是低开高走阳线，激进投资者直接可以作为买点，这是比较激进的一种买点。目前我们看到，在市场当中的走势是不是一直出现的是绿灯，在绿灯、红灯、绿灯之后一直走为绿灯。这一天呢出现了一个大阴线，不过以下呢好像没有红灯，但这里大家注意了，这一天的下跌是负阴线，同时它也应该是一根红灯 K 线。这里可能是数据上的不全，所以导致这个红灯没有显示。所以从动能 K 线上来讲，这一天的上涨到这里，它又出现了红灯。这个红灯会不会是一个砸盘信号？你就要关注一下红灯之后有没有转绿的表现。如果一个红灯后立马转绿，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激进的买进点。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天什么时候会转绿？假如我们说下周周一的时候，它的收盘价只要能突破145.795，收盘只要周一收在这个价格之上，那么它就会转为绿灯 K 线。那么这根绿灯 K 线可以作为一个激进型的买入 K 线，激进型的买点。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三个维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是台积电、苹果、MSTR、PLTR、Meta、谷歌、亚马逊、高通等个股的技术面快报。我们先看到第一只个股是台积电，台积电在前期出现了上涨回落之后，出现了创新高，而这个新高打破之后，走势不是很强劲，它没有出现快速的向上的反应，快速的上涨，而是徘徊。徘徊之后呢，在这一天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并且还是一根负线。它的负线产生之后，我们就知道它以风险来看待。目前上涨涨到这里，突破新高之后产生负线，它的风险还是蛮大的，说明多头有被打压，空头有反转力度加强的表现。而底下呢，也是资金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这种流出 K 线低点能不能支撑？它和英伟达的走势看法则是一致的。看一下资金，虽然不是变盘 K 线，跟之前这种下穿的变盘低点不一样，它只是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就类似于这里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你要关注一下低点能不能够有支撑。那么如果跌破了，再往下看，你就要看一下什么时候去下穿了。你会发现它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所以最好这一天低点不跌破。如果这里跌破，也意味着左侧的高点创新高是失败了。那么这里是一个2B 的组合，那就要特别的小心。当下我们去关注一下台积电这个最新的负阴线的低点能不能不被跌破。如果这一天后继续是一根大阴线下跌，这就特别的危险。接下来我们看到苹果 AAPL， 苹果最近呢是连续的下跌，市场的强势上涨跟它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走势，而目前从资金表现上看，没有特别有意义的点位。因为我们要看到有意义的点位，它要么是上穿，要么是下穿，要么是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要么是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我们看到前期这里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这一天高点没被突破，低点被跌破，所以它延续下跌。而后续呢，这里是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而它呢低点也被跌破，高点也没突破，所以继续延续下跌。最近有连续流进流出嘛？就没有2根1根。那么就不算了，最少要3根。好，这里有3根连续流进，而当前没有转为红色，所以目前也没有关键的 K 线。资金上看，当前是没有太多机会的。而在价格层面上说，我们上一期视频当中讲过，它当前是连续的下跌，连续的影线变长，关键 K 线是第3根长线影 K 线的高点，它的高点有被突破吗？还没被突破，所以这里的抄底还不要着急去抄底，它并没有产生一个比较不错的买进信号。而对于219.38也没有跌破，所以在这个区间内呢，我们依旧保持关注。虽然这里有一个红灯之后的绿灯，
但因为空头的走势整体中期走空了，所以这里短期看多的信号呢，也尽可能不要去盲目的买进，跟之前那样子，如果随便买进，那可能后续依旧是要面临止损的下场。我们最好等待一下绿灯之后，再次的突破这一根阴线的高点，去做抄底的第一笔仓位。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MSTR 最近的走势比较的悲观啊，连续的下跌，好像加密货币的上涨和它没有太多的关系，已经有所变化。最近的加密货币走势还是比较强劲的，甚至呢一些其他个股，比如说 Coin、MARA 可能都比它强。那么 MSTR 彻底的有点走弱了，目前出现绿灯后的红灯。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过，连续的流进之后的流出也要关注一下。而目前它已经跌破，跌破之后下一个关键的点位变盘的信号，是不是要关注一下什么时候往下去下穿呀？而目前离下穿还有一点点距离，还得要再下跌一下，可能才会去下穿，遇到变盘低点。像前期这里股价上涨，上穿这一天是不是变盘的高点？而后价格出现下穿这一天是不是变盘低点？股价出现转为红色的这一天，它的低点也没跌破，这种是比较强势的回踩。而当前的上涨回落，它出现了第一个这一个连续转绿之后的转红的跌破，意味着还有一个下跌的走势。而目前看到这里，它还有一定距离没有下穿，所以可以再等待一下，不要着急的去买进加仓。从中线的角度来讲，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趋势。趋势上看一下固比均线，固比均线目前中期线、短期线还在交集当中，这说明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回调低点区域。如果它真的是中期回调，那么走到这里，它应该是一个中期的低位的成本。所以在中期看涨的一个意图之下，我们要找到短期止跌买进的机会，要么等待下穿的一个低点变盘，要么等待防守阴后的突破买进。看到下一只个股 PLTR 呢依旧延续强势的上涨，当前的股价走势短线非常强势，每天都有刷新高点，每天都在创新高。在之前这里是一个变盘高点信号后被突破，而后延续继续的上涨。最近呢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因为昨天是一根非常强势，类似于关头阳线的 K 线，第二天就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这里短期也要小心风险，虽然比指数表现要强，它是一个平盘，昨天的收盘和前天一模一样。那么左侧的高点这里它还没有去突破，这个位置我们说过它是什么 K 线啊？它是一个高量 K 线，它是最近这一波走势当中最高的一根阴量线，它的高点是有压力的，而当前没有突破，没有突破，那么就尽可能的不要去随便的买进。那你说这个位置要不要短线获利了结呢？阿哲觉得也可以，因为从指数上来看，虽然它的表现比指数强，但指数呢有回调的需求，而当前也是连续上涨了一段时间，在关键的压力位附近出现了长上影线，所以作为一个左侧逃顶是没有问题的。右侧你也可以等待一根收盘价比它低的 K 线，收盘价去打破它最低价的 K 线，而后去右侧离场也可以。而 PLTR 如果真的如期回落，关注一下前期高点变盘的 K 线，它已经被有效突破，所以这里它不是高点变盘，它是一个支撑的区间，它有可能会是一个再次买入加仓的一个支撑位。现在我们看到 Meta 在下周周三也会和特斯拉一起去发布这个财报。我们说过，下周周三它是一个新月，还算是一个容易有好事发生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对于那一天发布财报的个股有一些期待。我们看到技术面上的看法，技术面上价格的上穿下穿，我们看一下资金表现，这一天是上穿，而后是不是高点变盘？第二天冲高回落是负线，所以呢有风险，而后下跌。这一天呢是下穿，所以低点变盘，高点突破，股价上涨，这是 Meta 最近短线的走势。像前期这里呢也是下穿。下穿之后依旧有下跌，说明还有低点，这里呢不是低点变盘，还有下跌空间。直到呢连续的流出之后，首根流进 K 线产生了支撑，产生了突破，这里才见到了一个相对的低点。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资金连续的流进，而后没有任何的变盘信号，没有连续流进后的流出，也没有下穿，也没有上穿，而这一天上穿的 K 线也没有跌破，而是被突破。
所以整体的 Meta 多头是比较强势的。昨天市场整体调整，科技股整体回落，而 Meta 不止没调整，还继续上涨，继续的创新高，并且继续的走出了绿灯 K 线。目前指数出现了回落的需要，而 Meta 居然没有出现任何空头的表现，所以目前的 Meta 应该比市场当中绝大部分的个股都要强势。而下周又是财报发布，所以阿哲觉得 Meta 大概率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关注标的，可以去看一下。目前依旧是一个顺势待涨，依旧是一个多头右侧持股的区间。如果真的 Meta 在下周能够财报发布前给到一些回撤的买点，那么阿哲觉得可以去参与和博弈，因为目前的多头它的表现确实强于市场当中大部分的短线个股。接下来我们看到谷歌，谷歌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昨天我们看到很多个股、很多指数都出现了红灯，而这种出现绿灯的个股就要特别的去关注。我们看到谷歌前期的走势是上涨之后，在长上影线的区间内也出现了长上影线，但这个长上影线后的低点有被跌破吗？没被跌破。阿哲在上期视频有讲过，如果你是右侧卖出的，可以等待它低点被收盘跌破时再卖。但你会发现它没跌破，而在这一天整体市场走弱时，走出了再一次的绿灯 K 线，而且是昨天为红灯，今天为绿灯，说明什么？说明昨天的红灯大概率为砸盘，所以今天的绿灯则为买点。我们再看到下方，资金在上涨流进之后，这一天是不是刚好是流进上窗 K 线，而又是长上影线，所以高点变盘。那高点如果能被突破，则是加仓的信号，是本次上涨加仓的信号。而现在下方红灯这一天刚好也是转红的流出 K 线，它是不是转红之后立马转绿啊？说明就流出了一天。这边的高点能够被突破，也能够作为买进信号。而我们看到绿灯，它其实还没有去突破两个关键的压力位。这一天的价格高点没突破，前方长上影线高点也没突破。如果能够是突破的绿灯，它的买点信号会更加准确。目前呢，只是一个小小的绿灯，而后没有突破关键空间价位，所以这一天为买点，但是可以不买那么多，可以等它突破203.84之后再继续加仓。所以当前的谷歌整体和 Meta 一样，属于短线，目前市场少有的强势个股。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走势是出现了三阳小顶。什么叫三阳小顶？就是市场当中股价上涨，但是它的实体在变短，是吧？这一天上涨了，连续3根阳线，而后实体是不是在变短，在变短？这一天直接走了一个假阳线，而且是10日新。所以目前的亚马逊整体回落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三阳小顶结构。我们看到动能 K 线，目前动能 K 线还没有表示说弱势，在前期走出了绿灯、红灯、绿灯后，走出了上涨，而后连续绿灯、连续上涨，涨到现在，短线还是很强势的。三阳小顶是属于左侧的跑顶信号，而右侧目前还没有。右侧怎么才会转为红灯呢？它得要收盘去跌破一个价位，比如说下周一跌破232.155，下周一收盘跌破这个价位才会出现红灯，才会是本次上涨右侧的逃顶信号。我们再看到下方的表现是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刚好也是三小顶的右侧防守位。这根 K 线的高点被突破，则意味着本次它还没有面临回调。如果低点被跌破，说明回调将要产生。所以左侧来讲，亚马逊可以卖出，而右侧来讲，可以等一天下跌破位的 K 线。最后，我们看到 QCOM， 也就是高通。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高通处于一个趋势反转的过程，因为看到固比均线，你会发现两线中期成本、短期成本相交之后，出现了强势上涨。强势上涨把短期成本带到了中期成本之上，而目前只要有一次回落不跌破中期成本，我们可以认为大概率前期149.43就是本次高通下跌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低点，至少会是一个趋势较为容易转势的点。我们用副线来观察一下高通，前期这里出现了副线，因为是低位，副线后 XK 线的高点被突破，构成了这个低点。像这里出现了负线 XK 线被突破，走出连续3阳上涨，现在又是负线，你应该怎么处理？是不是还是首先得卖出？因为负线的产生代表短线的风险，不管是对还是错，
不管是砸盘还是出货，都应该先获利了结，等待 XK 线后续的裁决。所以目前的高通依旧要小心，因为它出现了负线。而从右侧来讲，目前还是绿灯，还没有红灯。怎么会出现红灯啊？下周一的时候跌破170.397将会是红灯。那这一天呢，则是复线后的再次确认，也是呢一个红灯的产生。当前它也是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首根 K 线，所以它的低点最好不要被有效跌破。比如说，最好是出现一根 XK 线，可能略微跌破，当第二天立马又收回，它就不是一个有效跌破，而同时也构成了负线的买点。所以这里呢是高通的一个判定，我们在价格上最好不要出现大跌，如果是大跌，可能这个回踩的深度就会比较大了，最好构成 XK 线的突破买点。以上就是1月2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短线风险出现，有逃顶信号，希望您在本次美股短线盈利之后，能够及时的获利了结，不要过于贪婪，不要在顶部信号出现之后还盲目的去追涨。那么阿哲对于本次美股中期底部的看法依旧是不变的，所以短线回落之后，阿哲会再次提醒买入的机会。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周再见。